幹得漂亮，被東大卡脖子，印度人要手搓 iPhone 了。最近关于蘋果公司要把美制的 iPhone 产线迁到印度的消息不断，库克还在犹豫，倒是印度人先高潮了，先放狠话说现在是抢东大供应链的最好时机。谁知道印度人还没高兴几天，就遭到了东大狠狠的回击，他们拿不到从东大出口的生产 iPhone 所需的精密设备了。受组装 iPhone 刻板印象的影响，绝大部分的人認為組裝是一件非常沒有技術含量的活，有手就行。其實不然，在組裝過程中還是要用到許多高尖端的設備，比如要把某個小零件焊接到 iPhone 的框架上，普通的焊槍是不行的，要用高精度的激光。再如在混線生產多型號 iPhone 時，需要用一種智能取放機，從混亂的零件中挑出組裝某一具體型號 iPhone 所需的零件，再精確的送到對應組裝人員的手中。聽上去不難，不就是取和放嗎？但是這種取放機需要用到包括視覺識別、機械臂、複合傳感器、AR 學習在內的多種技術，根本不是印度這種國家能夠生產出來的。如果拿不到東大的取放機，印度工人只能靠肉眼從大量相似的零件中挑選出來所需的部件，準確率可想而知。未來不排除你買了一台 iPhone Max， 裡面用的是其他零件的情況。有的印度公司為了得到東大的設備，甚至跑到東南亞注冊皮包公司，以他們的名義發貨，然後再轉運回印度。搞笑的是，這些設備運回去，印度人發現操作系統是中文的，沒人看得懂，只能用谷歌翻譯猜每個按鍵的功能。無奈印度人又提出從日本、韓國進口替代設備，但是蘋果犯了難，因為按照他們的規定，新供應商的設備至少要經過1年的測試才能夠投入使用，所以日韓的設備遠水解不了近渴。最後蘋果不得不減少給印度的訂單，並且讓他們嘗試用最原始的方法，即手搓的方式組裝 iPhone。看到印度人被東大卡脖子，我只想說幹得漂亮，再送印度人一句話：活該。當美國人踐踏全球貿易秩序，東大挺身而出正面硬剛時，其他國家即使不公開支持，也默默點讚，唯獨印度跟中了500萬彩票一樣，上竄下跳，叫嚷着搶奪東大供應鏈，盡顯小人的嘴臉。印度人以為綁上美國人大腿就能夠獲得最先進的技術，跑步進入發達國家，沒想到他的美爹也造不出生產 iPhone 的尖端設備。東大用供應鏈的韌性給印度人上了生動的一課。這件事的背後折射出印度人在發展製造業時存在2個嚴重的誤判。第一，低估了東大的實力，簡單的認為東大的發展靠的是發達國家的資本和技術，只要發達國家不願意和東大合作了，他們就能輕而易舉的把技術和資本轉移到印度來，讓印度取代東大的地位。其實印度有這樣的印象也不能完全怪他們，主要是受西方媒體的長期宣傳的影響。在西方媒體的筆下，東大取得某項突破，要麼是山寨的，要麼是破壞環境取得的。因為如果要承認東大做得更好，不就等於變相說西方的道路有問題嗎？早在20世紀90年代，骄傲的美國人就宣稱，世界上國家想要成功，只有一條發展道路，就是美國道路，即華盛頓共識。可現實是，條條大路通羅馬，東大走出了自己的路，建成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全的工業體系。就拿 iPhone 舉例子，表面上我們幹的是最簡單的組裝活，實際上背後有一條漫長的果鏈。富士康能夠帶走組裝，但是能夠帶走果鏈嗎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印度人不懂這些道理，他們學了300-400年的西方，除了遍地的貧困和糞坑般的環境，還得到了什麼 ？Nothing。第二，高估了自己的實力。如果把世界看成一個班級，印度人一定是班級裡面最令人討厭的那種學生，明明是個破落戶，還要裝成富二代，每天死皮賴臉的和有錢的同學一起玩，並且鄙視其他認真學習的人。有錢的同學拿他當傻子，慫恿他去挑釁班上最努力的學生。印度心花怒放，覺得自己終於被有錢的同學認可了，非常光榮，心甘情願的當槍使。最努力的學生勸他別再瞎混了，好好學習，自身強才能得到尊重。可印度人不聽，說班裡最有錢的人已經帶他玩了，他不需要努力也能獲得成功。被忽悠的久了，印度的成績比非洲同學還差，印度人的貧困率比非洲高，但是他還吹噓自己如何受歡迎，活在虛構的世界裡走不出來。印度在 iPhone 生產鏈上的困境如同一面鏡子，映照出其制造業深層的頑疾，即缺乏核心技術積累，又過度迷信外部捷徑。東大以全球最完備的工業體系與自主創新能力，構建了果鏈中不可替代的生態位。從智能取放機到納米級的激光焊接設備，這些卡脖子技術背後是數十年的產業協同、研發投入與人才儲備的沉澱。反觀印度，如果繼續沉迷於自嗨的幻想中，即使一時拿到了蘋果的訂單，最終也會因為消化不良全部吐出來。